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不知道夏希舟一直恨我逼走了他的初恋，为了报复我，甚至愿意和我在一起7年。所以在求来的婚礼上，夏希舟故意缺席了。我知道他在陪他的秘书产检，那一刻我真的放弃了，不愿再继续爱他了。可后来新婚夜，他却固执地打电话求我不要嫁给别的男人，身边的他则轻轻夺去手机，浅笑道：“前未婚夫，你打扰到我们洞房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夏希舟向我求婚了，在我们第7年的纪念日上，没有我想象中过多的惊喜，华丽的场地，起哄的人群，只是在我洗碗的时候，一个转身，夏希舟便将一枚戒指套进了我的中指。我手上拿着碗，一时间没有缓过来，只是愣愣地看着他。夏希舟好整以暇地看着我的表情，怎么，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我回过神，看向那枚灯光照耀下闪烁着光芒的戒指，牵强地笑着回应：“没有，我很喜欢，但其实我说谎了，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枚戒指，因为它太紧了，不是我的尺寸，而且它太过华丽，不是我喜欢的款式。”像是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答案，夏希舟点点头就离开了厨房。下一秒，一通电话就打了进来，隐约中我听见他在客厅安慰着，口气亲昵，温柔缱绻，那是对我从来也没有展现过的一面。下一秒，夏希舟拿起沙发上的外套，直直地出了门。有事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了。他太快了，快到我还保持着刚刚接受钻戒样子，呆呆地站在厨房，而他看都不带看一眼就离开了。夏希舟，你也许根本没有在意，我已经很久没有坐在沙发上干巴巴地等你回来了。我知道那通电话是谁打来的，夏希舟的秘书苏潇。第一次见到苏潇的时候，我就知道夏希舟为什么要把这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小女生安排在总裁秘书的位子上，因为她长得太像将来了，就连一脸傲娇的看向我的眼神也像。一看见她，别说是夏希舟了，就是我也忍不住的恍惚，仿佛回到了曾经的青春年华。曾经我们的关系很好，只是后来将来走后，一切都变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距离开始越行越远。我想也许是从我开始喜欢夏希舟开始吧。将来家庭条件不好，以前他在老城区上学，后来不知怎么了转到了我们学校。不过这些都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将来足够漂亮，漂亮到一来就引起了全校的轰动。将来性格也好，他一来，连平时话少的夏希舟也第一次主动和我搭上了话。当时我和夏希舟也只是简单的前后桌关系，但是夏希舟很照顾他，可以说是将来拉近了我和夏希舟的关系。后来在我每次回忆这些年少的时光时，我总是后悔当初笨拙迟钝的自己，如果早点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也许就不会在将来付出真心后又被狠狠地践踏。陪我试婚纱那天，夏希舟少有的准时了，我一度以为是他回心转意了，满心欢喜地试着婚纱。当我看向镜子中穿着梦寐以求的婚纱的自己，那一刻说不感动都是假的。可就在我转头那一瞬间，满怀期望地看向夏希舟，梦想全部落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嘴角的那抹笑容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双眼。明明作为未婚妻的我就在他的面前，可他却连头也不愿抬一下。导购有些不知所措，只是尴尬地上前提醒：“先生，您不看看这位小姐身上的合不合身吗？”
夏西周闻言，只是不耐烦地抬眼看了我一下后，敷衍道：“他自己喜欢就行。”回头刷我的卡，说完就想转身离开。我拖着这繁重的婚纱，眼睁睁地看着夏西周就要走，吃力地向前走了2步，忍不住出声：“西周，你的那身还没看呢。”夏西周脚步没有一丝停顿，直直地走向门口，回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吧。”原本一直热情推荐的店员也不忍心再继续下去，只是一脸怜悯地看向我。我沉默半晌，最终只是强颜欢笑，叫他们把婚纱包了起来。明明是他自己向我求的婚，可到头来却成了我一个人的独角戏。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我点开短信，视频里男人用鼻尖轻轻剐蹭着女人脸颊，动情喊着潇潇，女人一脸娇憨地呻吟着，将整个身体送上去。我盯着那张熟悉的面庞，第一次发现我的心好像不会那么疼了。强忍着恶心保存了视频，我没有任何喜悲地给对方发了地址。如果是想来找我，那我就满足他的需求。我到咖啡店的时候，苏潇已经到了，他就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晃着手中的牛奶。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觉得将来回来了。不过，要是将来回来了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不用再揣着那件事情一辈子了，那样我也会好受一点。南风姐，你找我来有事吗？小女生不明所以，故作乖巧的样子，好像刚刚的那几张照片和视频并不是出自她手一样。我没有理会她，只是招手点了一杯冰美式，便不再有所动作。时间长了，苏潇刻意挂在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面色也开始微微不满。毕竟是刚刚毕业，手段还是嫩了一点。我轻咳一声，随意抬眼看向他：“你知道我找你来做什么？那视频不就是你想给我看的吗？”像是听到自己想听的，苏潇的脸上又开始露出藏不住的得意。“没错，我就是故意给你看的。姐姐，西周哥哥说了，他已经腻了你了。你们在一起整整7年都没有结婚，不正好说明你们感情早就有问题了吗？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离开他，让更好的人和他在一起呢？”我没有办法对自己说谎。当听到苏潇说道“腻了”这2个字的时候，我的心脏有一种微微的酸涩感。腻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向我求婚呢？我没有回应。不过我的这一举动在苏潇眼中就成了我无话可说、心灰意冷的代表。“姐姐，前几天西周哥哥是不是给你戒指了？好看吗？是我选的，我的尺寸，我喜欢的款式，还有我已经……”清脆的声音在整个咖啡厅响开，引得众人纷纷回头。苏潇一手捂着脸，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我，像是从未预料我敢直接上手。你凭什么打我？你只是一个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凭什么我不能打你？成为夏西周的情人很骄傲吗？那我告诉你，你是我在他身边7年里见到的第5个了。与其来挑衅我，不如好好想想怎么留在他身边吧。苏潇小脸煞白地看向我，一脸不甘，但就在一瞬间又变脸似的，楚楚可怜地望向我：“姐，你是不是弄错了？”“我不是的。”我不明所以。下一秒，一道低沉的男声匆匆传来：“怎么回事？”是夏西周。盯着苏潇无辜表情下的势在必得，一瞬间我竟觉得很无趣，忍不住自嘲的一笑，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瓜葛。我拿起包转身就准备离开，可就在我侧身路过夏西周时，一股强劲的力量将我拽了回去。我一阵踉跄，道歉。夏西周冷漠的声音传来，我回头望去，果不其然，是那张偏执冷淡的表情。那一瞬间，一股窒息感涌上心头，
心中慢慢的委屈享受再也塞不下去了一样。我想狠狠地甩开攥着我手腕的手，可男人手上的桎梏却越来越紧，眼泪随着那一瞬间落下。回眸的那一刻，我没有错过苏潇的讥笑，浓浓的不甘心占据了我的内心。我红着眼，坚定地看向他说：“我不会道歉的。”下一秒，我听见夏西周说：“苏潇，那你打回去吧。”话落，我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夏西周，他怎么能这么维护他？看着苏潇洋洋得意地上前，我心里一阵酸楚。下一秒，我听见自己说：“不用了，我自己来。”我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也给自己的心里一巴掌，疼了就冷静了。删完，我再也控制不住的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不想看见夏西周的冷漠、苏潇的调笑，还有周围人的怜悯。那天之后，我和夏西周开始了冷战，一直到婚礼当天，我都没有再见到他一面。化妆间里，大学好友张玉还在为我打抱不平道：“这个夏西周也真是的太欺负人了，结婚这么重要的日子都来迟了，难怪当时大学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我很疲惫地笑了笑，没有回应他。这几天这些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忙，夏西周从来没有看一眼，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这场婚礼，他像是为了给苏潇出气一样，断了和我的一切交流。说到底，这场婚礼我都没有把握他还结不结了。记得以前张玉就和我说，夏西周这个人胎4亿不羁了，很难想象我该怎么收服他。确实，他这个人很张扬胆大，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偏偏我就喜欢这样的他。哪怕我知道他暗恋将来，我也还是忍不住去偷偷关注他。我的青春里，我就是一个卑贱的偷窥者，只敢在将来在的时候展露一丝喜欢，其余的爱意全部都被我记在了日记里。只是可惜，那本日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丢了。即便我早就知道，当初和我在一起也是为了替将来打抱不平，但是我也始终怀着一丝希望，有没有可能在这么多年的相处里，夏西周有那么一丝喜欢上我了呢？我真的很卑微，不仅仅我知道，夏西周也知道，所以他才会这般得寸进尺。夏西周果然还是缺席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他逃婚了。当我盛装出席，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高台上，听着台下亲戚的笑话数落，那些调笑的话一字不落地进了我的耳朵里。听说是应求着西周才办的婚礼，强扭的瓜不甜。你看，现在男方直接就不来了，这要是我家的，我早就给打死了，丢死人了。而台下的夏妈妈也没有出面阻止，只是冷着脸发着消息。也是，她从来也看不上我，觉得是我一直死皮赖脸地缠着她儿子。那一瞬间，我竟不知道我到底还在喜欢夏西周什么了。我的孤注一掷在他们眼中却是死皮赖脸，攀附权贵。可明明我们曾经也有过甜蜜，在创业时期，每天累得不得了，还要靠在我怀里喊着宝贝，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人是他，在买到第1套房子给我惊喜的人也是他，在第1次我知道他出轨是求我别走的人也是他。其实我从来就不是只会依附在夏西周身上的菟丝花，我早就知道离了他我会活得更好，可是我舍不得我年少真心爱过的人，到最后白首不离，的确不是他。舍不得那个知道我在偷偷踩他的影子，还放慢脚步偷笑的他。舍不得在那个夏天，梧桐树下轻轻环着我许下誓言的他。我曾以为相爱抵万难，后来才知道我才是阻止他的万难。我的脑子在一瞬间清明，如果是这样的未来，那见鬼去吧！我舍得，我不嫁了，
我一个人在更衣室换好了衣服，直接回了家。连烂摊子我也不想解决了，留在这间房子里属于我的东西很少，我随意挑了几件衣服，就好像收无可收了。我停在客厅，怔怔地看着这间陪我度过7年的房子，最后总还是留下了遗憾。手机不停地震动，我看见是夏西周的电话，可我不想接，任由他一遍又一遍的拨号打过来，直到我把婚礼前苏潇发给我的聊天截图发给了他，世界才像是终于安静了。苏潇怀孕了，她是第一个在夏西周身边还怀了孕的女人。不用想，我就知道苏潇一定很自信。看着图片上的2条杠，有时候我真的感慨命运的捉弄，因为我曾经也怀过一个孩子，那个时候夏西周公司正巧面临着关键的一步，过了这一坎，未来就是平步青云的了。相反，要是没有过去，那就是破产。我不忍心夏西周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想着自己在家做一些补食给他带过去，结果就是这个决定让我后悔终生。去公司的路上，我打的车被一辆小轿车刮擦，被迫开向了隔离护栏。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1个月了，等感觉不适去了医院，就已经来不及了，孩子流掉了。还记得那天，夏西周成功度过了难关，给我发消息说要去和员工庆祝的时候，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默默流泪。我没有告诉他，我们曾有过一个孩子。那时候，我只能在心里告诉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宝宝，是妈妈对不起你，你来的不是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宁愿自己咽下这件苦涩的事，也不愿让他知道，可能是不想破坏他的兴致吧。我去机场的路上，还是接了夏西周的电话，一接通，电话对面的人好像还有一些愣神，也许是没想到这通电话会接通。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就跑掉了？你把我妈还有一大堆亲戚丢在酒店，你让我怎么解释啊？一声声的质问，理直气壮。透过透视镜，我看见司机也忍不住朝我这里看了好几眼，那目光有疑惑，有不解。电话那头还在絮絮叨叨：南风，你赶紧回酒店，把我妈他们安顿好，至于婚礼就延迟吧，我这边还有事，等你办好了，我回头会和你解释这件事的。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夏西周，我不和你结婚了。你扪心自问，我这7年对你怎么样？你那些狐朋狗友在人前笑嘻嘻叫我嫂子，背地里叫我是你的一条狗。是，我以前是自轻自贱，这7年我也遭了罪。我想开了，我们分手吧，趁着还没有结婚，不然以后离婚更麻烦。至于你妈他们那群亲戚，是你家那边的，没有一桌是我家的亲戚，你自己安排去吧。实在没有办法交代，就把你的小秘书领去，反正她也怀孕了。我没有一丝犹豫地挂断了电话，拔下了电话卡。司机像是吃了大瓜，斟酌了许久，在下车的时候和我说道：妹妹，别难过了，离开了他，以后都是好日子。我有些诧异，随后又笑着道了谢。是的，离开夏西周，抛去我曾经的7年，以后都是好日子。我妈一直是个要强的人，年轻的时候因为我爸出轨离了婚，后来我爸再婚，那个阿姨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妈从那一天开始就和那个比我小2岁的男孩子较上了劲，她想让我变得很优秀，然后让我爸后悔离婚。10年如一日，从小学开始，只要我考试没有考到第1名，他就会惩罚我不许吃晚饭。从小到大，我做过最大胆的事情，可能就是在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和夏西周一个城市。我妈知道的时候，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说什么都要让我再复读1年。那天，
我狠心地甩开了我妈禁锢着我的手。够了，妈，我真的受够了这么多年，一直都要做到你想象中的最好。我也是个人啊，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有自己的意愿呢？我哭得撕心裂肺，歇斯底里地说出这些年的不满。我妈第一次见到我这样的疯狂，一瞬间她没了声息。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吗？我是你妈，我做的这些哪一样不是为了你好？你不就是喜欢那个小子吗？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他不是什么好人。我现在就去找他。我被我妈的话吓到，他既然这么说了，就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一下子跪在我妈面前，求着她不要去找夏西周。她看着我跪在地上，哭着求她，一下子就泄了气，没了力气一般，轻轻地朝我挥了挥手道：“滚！”在那之后，我如愿去了和夏西周一个城市的大学，而我妈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一次。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半左右，看着那扇熟悉的大门，我却不敢伸手敲门。当年我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我妈，哪怕是后来我有以弥补，也无济于事。就在我还想着的时候，门突然开了，我妈拎着垃圾袋，带着一副老花镜，懵懵懂懂地看向我。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我的眼泪先流了下来。你是南风？我妈迷迷糊糊地问道。我第一次用尽全力抱紧了我妈。原来她这么瘦小，和我记忆中的那个总是一丝不苟、笑容不显的妈妈有了偏差。妈，对不起。我颤抖着声音，将这些年的委屈一泻而下。我和夏西周分手了。闻言，我妈回过神来，我能感觉到我背后也在被紧紧地搂住。我妈缓缓地摩挲着我的后背，轻声道：“快回屋里吧。”谢谢。我以为我妈知道我分手的时候，会狠狠地教训我一顿，甚至可能会把我拒之门外。可现在，真切地感受着妈妈的怀抱，我才明白爱到底是什么。我妈给下了碗鸡蛋面，坐在我边上，看着我边吃边娓娓道来。当我讲完这7年的一切，我突然觉得我连一丝心痛都没有了，唯有那一丝愧疚是对我妈的。我的一意孤行，让我妈在家里苦苦等待。我妈听完，默默地把眼镜摘下，偷偷地摸了摸眼角的泪水。她没有责怪我当年的不懂事，只是一再感慨，这都是命啊，南风，就让它都过去吧。我放下碗筷，握住了我妈的那双操劳的双手，告诉她：“妈，以后就我们2个好好的过吧。”她看向我，怔怔的点头，眼里流露出的是曾经我忽视的温柔。那晚是我快15年的人生里再次和我妈一起睡觉，在我那张狭小的床上，我妈和我讲了当初如何和我爸相识、相爱、分手。黑暗中，我看向她的眼中流过的一丝晶莹，也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这张床上承载了我许多年少青春时期的眼泪，但那时候更多的是为了逃离。而现在，我想未来它将是承载着我留下的记号。在我回到老家的2年后，许久未见的夏西周一脸胡子拉碴地出现在我家楼下。见到他的时候，我正在和邻居家的哥哥相谈正欢。我妈知道我分手后，亦总是旁敲侧击问我要不要接触一些新的人。我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原因也很简单，不是我忘不了夏西周，只不过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那么轻易就从7年的感情中转到下一段感情。后来，我妈也知道我的想法，就放弃了。只是有时候会叫我多和林树接触。林树就是小时候经常陪我一起玩的邻家哥哥。彼时，我正巧想考了家附近的一所小学老师，没想到的是，林树的舅舅正好就是那所学校的校长。我妈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就让我去找林树帮忙，看看有没有名额。
我去找林树的时候，他就像是早有准备一样，一开门就把一些要用到的资料一股脑地塞到我的手上了。我有些措手不及他的快速，但是也碍于很久没有见面，就慌忙地点点头接下了。就在我转头要走的时候，林树从我身后急急地问出来：“那个南风，你明天有时间吗？左湾开了一家很好吃的火锅店，我请你。”我回过头，刚想拒绝的，但看着满脸涨得通红，才说出这2句话的男人，却忍不住笑了。好啊，林树一点也不像一个哥哥，他很少会和我说一些大道理，教我去做事情，他也很容易害羞。有时候我无意识地看向他的时候，他也会瞬间整张脸爆红，整个人就像个红红的火龙果一样。遇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林树总是会找我：“小南风，咱们去开心开心吧。”我刚开始去当小学老师的时候，还有些放不开，经常有的时候会被一些小孩子弄得胸闷气短。林树知道后，就跑到我的班级，帮我狠狠地威风了一把。那个时候，我看着在讲台上的他，说着一些幼稚中二的话，总是忍不住笑。我和林树走得近，我妈也知道。自从我回来了之后，我妈就开心了不少。现在有的时候都敢调侃我和林树：“我看林家那小子对你挺上心的，不如你就和他试试吧。”我讶异地望向我妈，她嬉笑着打趣着我。跟在我身后的林树听到，一整个又变成了火龙果。林树对我真的很好，几个月的相处下来，没有任何的不适，他很体贴照顾，和我也有很多共同话题。说实话，我妈打趣的那句话，我也有认真思考。巧的是，林树也是。林树真的听了进去我妈的话。那天晚上，他像小时候那样，用小石子轻轻地敲响我的窗户。我开了窗望下去，林树穿着一身白色的衬衫，一脸笑意地朝我挥手，叫我下去。我有些诧异，但是还是顺着好奇的心下楼去见了他。南风，我认真的想好了，我喜欢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今晚我找你，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就是单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也有点喜欢我的话，我们可以试试吗？林树说的小心翼翼，说话时我看得清楚他眼中的闪亮，还有微风吹过飘来的一阵清香。在月光的照耀下，我的心中有了一丝动容。见我沉默，林树赶忙找补：“我知道这有些突然，如果你没想好，也可以考虑，我不会逼你的。只不过每次我见到你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难以压抑的冲动，可能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吧。”他说的诚恳。听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听着林树的描述，忍不住想到了自己高中时暗恋夏西周的心情。原来真诚的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打动人。可是在夏西周眼里，我满心的赤诚，却从来也没有焐热过他的内心。那就试试吧。林树的表情一瞬间愣住了，过了很久，像是突然意识到一样，整个人不可置信地看向我，随即一把抱起了我。太好了！寂静的夜里划过林树的欢喜，我的心里也被满满的欢愉填满了。从那之后，林树每天就开始了陪我上班、陪我下班，照顾我的日常生活的重任。直到再次见到夏西周，说实话，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有一瞬间的愣神。那个胡子拉碴、面容憔悴，蹲在我家单元楼下抽着烟的男人，真的是我曾经喜欢过的那个耀眼张扬夏西周吗？夏西周在看见我的那一刻，双眼明显的一红，刚刚相靠近的脚步，却在看见我和林树紧握着的双手顿在了原地。南风，他轻轻地呢喃着唤我，我感觉到自己的右手被紧紧地攥了一下，
一转头就看见了林树紧抿着的嘴角。我有些好笑地看向他，心想着：好家伙，这都又要吃醋了。下一秒，夏西周双目猩红，猛地上前，像是看不下去我们的小动作一样，一把把我拉开。我被突然的扯动吓得踉跄，还来不及多说什么，林树就一把护着了我。看着我和林树的亲密，夏西周一脸受伤地看向我：南风，你不要和他在一起，求你了。南风，之前的事是我错了，我不该那么幼稚。我被刚才他的行为吓到，不想和他再过多纠缠。我那天给你打的最后一通电话，早就和你说清楚了。从我和你在一起开始，我就不明白你莫名其妙的恶意。我满心满意的对你，可你却弃之如敝，是你自己不珍惜，现在又何必来装什么深情？再者，苏潇早就怀孕了，按月份来说早就生了，你不好好的去陪她，还来纠缠我做什么？听到苏潇，夏西周像是活了过来一样，急急地解释道：不，苏潇是骗你的，她根本就没有怀孕，我再就把她赶走了。回来吧，南风。从你走了之后，我每天一个人在家里，看着到处都有你生活过的痕迹，我就会很后悔。从你离开后，我才发现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心里真正爱的人是你啊！我举起一直默默握紧我的那双手，展示给夏西周看。可是我不爱你了，现在我有爱的人了。那天之后，夏西周依然没有放弃，一直给我用陌生号码发忏悔小短文，我删一个，他再发一个，不厌其烦。我索性就不管了。林树看的总是气得要命，叫嚷嚷的要去把夏西周打一顿。那天晚上没揍他一顿，真的是亏死了，他就是一个大神经病啊！我嬉笑着看向手舞足蹈的林树，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满足。再后来，夏西周像是觉得我的不管不顾是一种犹豫，越来越变本加厉的来找我。有一次，我在办公室做教案，一个电话打来说门口有我的花，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在起哄着，说林树天天送这送那，恨不得马上把我娶回家呢。我却很疑惑，我早就和林树约好了，不在过于公众的场合秀恩爱，不是林树，那就只有夏西周了。果不其然，是夏西周送来的花。可笑的是，就算是这个时候，他也仍然不记得我喜欢什么。他送的花是满满一大束玫瑰，可是我喜欢的是满天星啊！我看也不看的就把花给了办公室的其他老师，一人一束。他们有些不解，我只是笑着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下个月我结婚，大家都来。林树在再次见到夏西周的第2周就向我求了婚。我的一生中经历过2次求婚，一次是极其敷衍的，一次是极其用心的。林树知道我没有那么热衷在人多的时候向我求婚，就在我们2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向我求了婚。用他的话说，咱们2人结婚是咱们2个家庭的大事，在家人的见证下求婚，一定会幸福的。婚戒不再是不合尺寸的，求婚不再是匆忙的，我不再是疲惫不堪的。我在我妈的鼓励下接受了林树的求婚。和林树拥抱的瞬间，我的余光看向我妈，她哭红了眼，一脸欣慰地看着我在幸福。那一刻我才真正的哭了。那天我曾经的委屈被全部冲刷，那些卑微求爱的时刻好像已经离我远去。我想起离开那座让我悲伤的城市时，司机的话，离开了它，以后都是好日子。没错，现在就是好日子。我约了夏西周见面，在曾经高中旁的一家咖啡店。见到我进来，夏西周很激动，以为我是回心转意了。南风，我没有给他娓娓道来的机会，只是默默地把请柬递了过去。
下个月我结婚，这是请柬，想来的话欢迎。他想伸出来，握着我的手停在了原地。请柬。他茫然地看向我，手足无措地翻动着请柬，直到看到新郎新娘那一栏时，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不是的，我真的错了，南风，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可是那个时候我恨错了人，对不起，求你不要结婚，好不好？我看着卑微祈求的夏西周，一瞬间好像看到了当初求着想要一个婚礼的自己。可是夏西周，我从来没有恨过你，哪怕你那7年那样对我，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让你这么恨我。我们从高中相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一步。不过现在我也不想管了，我现在很幸福，西周，所以不要来再打扰我了，好吗？我看向夏西周，他在对面低着头痛哭流涕。那一瞬间，我对那7年的无望释怀了，那些我在深夜痛苦的时间与这一刻的他抵消了。我留下了喝咖啡的钱，不再留恋，转身离开。听别人说，夏西周的公司这几年经营的也不好，亏损严重。我不知道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一蹶不振。但总归这也不是我能管的了。结婚的那天，夏西周没有来，只是我和林树晚上数红包的时候，看到了一笔13140的红包和一个很独特的绿色的红包，不用想就知道是夏西周包的。林树看到的时候，嘴都气歪了，狠狠地说要下去揍他一顿。那天晚上，夏西周在我家楼下等了一整晚，在11点的时候，还是打了一通电话来。我接通了，对面只有缓缓的呼吸声。良久，夏西周像是笑了一声：“南风，新婚快乐。”我回应：“谢谢，不要再等了。”不等夏西周回应，身后的林树就轻轻地夺了手机：“前夫哥，我们要洞房了，别打扰了。”说完，他就挂了电话。还不等我说话，林树就坏笑着抱我去了卧室。南风，春宵一刻值千金，为夫等不及了。托林树的福，婚后生活很幸福。2年后，我怀孕生了一个女儿。林树天天乖囡囡的叫，我都嫌她烦了。我妈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囡囡这么可爱，当然招人喜欢了。我摸摸鼻子，一脸傻笑。那当然不看妈妈是谁呀。再后来，囡囡3岁的时候，夏西周的妈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那个向来不饶人、看不起我的女人，第一次求我：“南风，求求你来看看西周吧。以前是阿姨对不起你，阿姨给你赔罪，就这一次好吗？你来看看他吧，他快不行了。”和林树商量了一下，最终我还是去看了夏西周。那个时候他是胃癌晚期，躺在病床上，靠着呼吸机和特效药，吊着半条命。那个年少轻狂的男人已经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点影子了。我去的时候他还醒着，看到的瞬间，泪水充盈了他的眼眶。他挣扎着想起身，要告诉我什么，我按住了他，坐在他的旁边，只是告诉他有什么就躺着说吧。他看着我的脸很久很久，后来像是满足释怀了一样，叫他妈妈把枕头后的一本日记拿了出来。我定睛一看，那不就是我曾经记满了我曾经少女心事的日记吗？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上？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夏西周想要解释，可是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妈妈流着泪讲述了一切的渊源。原来曾经这本笔记被将来捡到了，他知道是我的日记，可是因为当时年少，我不敢把名字光明正大的写在本子上，所以当将来在看这本日记的时候，被夏西周发现了。夏西周以为将来喜欢他，而悲剧也就在这里。在将来和他谈恋爱后，心里知道这本该是我的机会，却被他抢了之后，一直心里不安，
所以对我的态度开始急转直下。后来在我们最后一次争吵的时候，我气急之下打了将来。后来将来和夏西周分手，又转学，而我却成了夏西周眼中逼走将来的最后一根稻草。人生太过戏剧化，我不敢相信这是命运的捉弄。而夏西周也是在2年前才从将来口中知道，那个时候将来回国了，他带着愧意去找了夏西周，把日记给了夏西周后再次离开。夏西周说，将来不敢找我，一切都是因为他才会让事情变成这样。他还说，那个绿色的红包其实是将来给的，他实在没有脸来见我。听完故事的我只是良久的沉默，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如果真的想说，我只想去快点见到林树。那天我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当晚我又接到夏西周妈妈的电话，她去世了。林树知道后，只是紧紧地抱住了我，就让她过去吧。闻言，我也紧紧地拥住了林树。是了，就让她过去吧。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崭新的人生，不要再困住自己了，往后都会越来越好的。全文完。夏西周番外2019/6/12。我早就知道南风喜欢我，在将来转学前就知道他会在我回家的时候绕远路，就为了和我多走一段路。他会在我的身后偷偷踩我的影子，他会在我没有试卷的时候慷慨地把自己的那份给我。其实他的爱意我一直就知道，可是什么时候变的呢？可能是将来转来的时候吧。2019/7/8。将来很耀眼，很漂亮。我身边的兄弟们都说将来这样的和我很般配。我余光看向将来，觉得他们说的没错。在那之后，我和南风将来熟络了起来。本来我没有和将来谈恋爱的打算，只不过是心里的那些小虚荣逐渐占据了上风。当我看见将来在看那本日记的时候，我没忍住偷偷看了过去。字迹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所以我一把抽走。看了几页后，我被里面满满对自己的喜欢震惊了。或许是没想过会有人那么爱吧。我看向将来，看见他通红的小脸时，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下意识的，我觉得是将来是写的，而他也没有否认，所以我们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我到现在也记得，南风知道我们在一起后笑得有多么牵强。直到后来，我看见他和林树握在一起的双手时，才深刻地体会到了那种心痛。南风，你当时也一定很痛吧？2019/7/12。只不过和将来谈了恋爱后，一切也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好。将来总是患得患失，哪怕我和南风多说2句话，他都会生闷气。再后来，他对南风也很不好，总是和他吵架。我一直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叫心虚。再后来，将来和我分手了，很突然，可以说是断崖式分手。我有些猝不及防，所以我去问了我一些兄弟，他们说是因为南风和他吵架，还打了他。我想去找将来问清楚，我不相信南风会这样做。可是没等我去找他，将来就迅速转学了。自那之后，南风在学校里过得很不好，有很多喜欢将来的人去找他麻烦，我拦住了一些。那个时候是高3，我知道对南风来说是很关键的时候。不过好在后来大家慢慢的将忘却了这件事。高考结束的时候，我向南风表白了，我也说不上来我是喜欢还是有怨恨的。喜欢可能是一直就有的，怨恨可能是在为将来抱不平。不过现在想来，都是我没有办法识清自己的内心。2019/8/22，我们在一起的7年，我对南风很不好，可我还是不愿意放开手，就连我有的事也不明白自己在想什么。
但我确定我是想和南风好好的在一起。不过最后还是我对不起他了。其实给他求婚的那天，我很紧张，我心底也没底，生怕他拒绝我。在他同意的那一刻，我转头的偷笑，他一定没看见。2019-8-27，本来我们早就会结婚生子，可惜都给苏潇这个女人毁了。说实话，刚见到她的时候，我都惊了，她和将来太像了。如果是南风见到，也一定会震惊。后来内心作鬼，我收了他做秘书，只是在一场酒局上，我喝了点东西，再一睁眼，将来就躺在了我的身边。但是我发誓，那是我唯一一次碰他。后面他总是用这件事来要挟我，我被弄得很烦躁，只能顺着他。没想到却喂大了他的胃口。他骗我说她怀孕，我带她去妇产科打胎，没想到他却摆了我一道。这个决定成了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我知道我对不起南风，可当时我还能有理由，冠冕堂皇的拿着为将来报仇为借口。可后来我才知道，我就是一个胆小鬼。我自私自利，是我给南风最痛的7年。2021-11-12，将来来找我，把那本日记给我，哭着告诉我，当初是对不起他，让我把道歉带给他。我当时很想问，你怎么确定我就敢去找他呢？我和你一样都是胆小鬼啊，我也和你一样对他做错了事啊。我们3个，我和将来都是不敢真正去爱的矮人，只有南风他会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不求回报。2022-1-22，南风结婚了，恭喜他了。我在楼下等了1个晚上，眼睁睁地看着楼上的灯熄灭。林树真的很幼稚，不过他对南风真的很好，很好。南风值得这样的热烈的爱。2022-3-2，确诊了胃癌晚期。夏希周啊，没了南风在身边，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吗？不过你活该。2022-7-12，这几天化疗有点痛，不过每天晚上看看南风的日记，又觉得没有那么痛了。被爱果然是最好的抚慰剂，只是一想到这是曾经的爱，我的心里没由来的会酸痛。我已经快要拿不动笔了，想再见一面南风，和他说一声对不起。2022-7-22，别哭，对不起。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男友出轨了，我也是气失智了，反手把旁边看戏的他兄弟拽过来，亲了上去。他嘶了一声，我下意识安慰性舔了下，松口。他先反应过来，声音低哑，语气不太友好。我立马撤嘴，盯着他铁青的脸和嫣红的唇。救命！冲动是魔鬼，陈航出轨了。我也是才知道，那天在车上他睡着了，手机闹钟响了，我怕吵醒他，慌忙去关，发现是一条备忘录，明天520，别忘了把口红给他。我当时还在心里自责了一下，他对我这么好，我却跟他吵架。然而第2天，我等了1天，也没等到这支口红。我还替他找借口，可能是因为刚吵了架，他赌着气。现在想来，那支口红并不是送给我的。原来这1个月，我在忙着应付家里突如其来的困难时，他在忙着背叛我。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我在操场找到陈航时，还存了最后一丝幻想，希望他主动坦白，好聚好散。但他似乎打定主意，狡辩到底了。你又发什么神经？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有些好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提醒一下你，这个月3个周末，我回家了。你在哪？和谁在一起？他脸色一变，你什么意思？还在装？我没耐心了，直接从包里抽出一沓照片，甩在他身上。你俩出去玩的合照，我都替你打印出来了，喜欢吗？
他看到照片时，肉眼可见的慌了，眼里满是不可置信。确实，他还没大意成这样。照片是我顺着女生的微博小号找到的。他终于道歉：“对不起，柚子，是我昏头了，我保证不会联系他了，原谅我，好吗？”“原谅你。”我笑了。他一脸委屈：“我真的只是昏头了。这个月你不理我，他又天天找我，所以我才……”我打断他：“所以你才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对吧？”是。旁边传来一声轻笑，我抬眼一看，是刚刚跟陈航一起打球的男生，他手里夹着烟，靠在树上，饶有趣味地看着我们。你有事？看热闹，凑这么近，干脆给您拿个马扎，坐我俩中间。看到他，陈航面色有些不自然，语气也开始不耐烦。这件事就这样吧，以后我不再跟他来往就行了。我气笑了，旁边看戏的兄弟也笑了。呵，笑声插进我们的对峙，让气氛更加剑拔弩张。不知道他是针对我还是陈航，大概率是在笑我，毕竟是陈航的兄弟。我抬头瞥他，他嘴角的笑意还没消退，被我盯着，还冲我吐出一口烟，抬了下头，示意我继续，别管他。什么人啊？看热闹就算了，还催更。我也是气失智了，一股火窜上来，反手上前把人拽下来就亲了上去。他嘶了一声，我下意识安慰性舔了下，这下我俩愣了，松口。他先反应过来，声音低哑，语气不太友好。我立马撤嘴，盯着他铁青的脸和嫣红的唇。救命！冲动是魔鬼。对面被亲的兄弟陈航也看傻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柚子，你疯了！他走过来，抬起胳膊，凑过来给我擦嘴。你想报复我，也犯不着这样，你想多了。我移开脸，避开他的触碰。我看他帅，亲一下不行吗？陈航脸色不好看了。我继续拱火，我也不过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罢了。谁让他比你帅呢？哥哥会原谅我吧？我的语气表得像喝了一升绿茶，这下傻子也听出我在恶心他了。对不住，夏雨。陈航看向他的倒霉鬼兄弟，我女朋友闹脾气，把你扯进来了，不好意思，不是女朋友了。关键时刻，我也不忘此行目的。陈航僵了僵，忽略我的声明：兄弟欠你的。下次请你吃饭啊！叫夏雨的男生肩膀一耸，语气无奈地看向我。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当被狗咬一口喽！真欠啊你！我张口想对回去，想想是自己是肇事者，又把话咽了回去。陈航拉住我：夏雨有女朋友，你那样本来就不合适，好吧？对不起，刚才我太冲动了。我瓮声瓮气地跟夏雨道歉。夏雨瞟我一眼，点了支烟，叼在嘴里，转身抬起右手摆了摆，走了。经过这一闹腾，我也不想跟陈航多说了，直接切入今天的主题：我们分手了。陈航呆滞了片刻，没想到我这么果决，张了张嘴：柚子，再见。一刻都不想多待，我转身离开。没2天，一张我亲夏雨的照片在学校论坛发酵。什么情况啊？你去找陈航分手，怎么亲了夏雨呀？室友疯了，他们认识我，认识陈航，也认识夏雨，但不认识我亲夏雨的照片。柚子，你来解释解释，这是啥？我瞥了一眼，尴尬的无地自容。是冲动，谁知道我当时脑子在想什么？尴尬。怎么还被人拍了？这下洗不清了。详细说说这个冲动的前因后果。他们显然不能被敷衍，后面就要付费了。我顶着几双杀人的目光，做鸵鸟状。可是夏雨不是有未婚妻吗？一个室友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不是女朋友，而是未婚妻。我的罪恶感更强了。
但听说前2天分手了，估计没戏了。前2天分手，不会是因为我吧？我慌了，真要因为我的一时冲动给人拆散了，那我不成千古罪人了吗？啊，好后悔！也不知道夏玉现在怎么样。好好的老婆说没就没了，肯定不好受。那个，你们有夏玉电话吗？我弱弱举手。怎么，听人单身了？你要进宫了？室友兴奋道。你们对我的道德要求也过于低了吧？我是去道歉。室友替我要来了夏玉手机号，我有些忐忑地拨了过去，酝酿着说辞。你在哪？不行，太凶了。你还好吗？这不废话吗？你需要安慰吗？要也不是要我的安慰啊。我反复斟酌着开场白。5分钟过去了，打了12个，人家一个都没接。好家伙，压了压火气，再打一个不接就算了，犯不着受这气。嘟嘟嘟，10秒过去了，还是无人接听。我再打，我就是狗。我撂了句狠话，就要挂。低沉的声音响起，语气戏谑。谁是狗？我不说话，挂了。等等，是我。他笑。哦，声音磁性悦耳，隔着听筒直击耳膜，要命！突然，我意识到我刚刚说了啥。他问：谁是狗？我说：是我。谁是狗？是我。难怪他要笑。气死了，气死了！我为什么要打电话？我为什么要关心他取不取消婚约？一个误会他自己不会解释吗？我干嘛同情他？果然，同情男人就会变得不幸。夏玉又不说话了。我深呼吸，隐忍情绪，语气温和。夏玉，你在哪儿呢？我可以去找你吗？找我干嘛？上次的事，我再郑重跟你道个歉。闹得女朋友跟你分手了，是我的罪过。后半句我没提，怕他恼羞成怒。电话道歉算什么郑重？他轻飘飘地说。我愣了愣，那怎样才叫郑重？还想让我跪下来吗？当面赔礼道歉还差不多。我沉默了一会，把你的地址发给我吧，我马上来找你。早死早超生，海南路33号雨声酒吧。我出门直接打了个车，酒吧不远，10来分钟就到了。我把包厢号报给服务员，很快找到了夏玉。我推门进去，一眼看到了被男生们围在中间的夏玉，他额头的碎发挡住了眉峰。听到声音，抬头看向我，眼尾的笑意还没消退，整张脸在昏暗的灯光中显得格外温柔。一双黑漆漆的眼波光流转，深情而专注。我下意识挪开了视线。要命！好好的男生，长这么帅干什么？几个脸上贴着纸条的男生齐刷刷盯着我。一个娃娃脸男生最先反应过来，笑道：漂亮妹妹，走错了，过来一起喝一杯。我尴尬的想，立马转身。这么多人，道歉的话有点说不出口啊。夏玉打量了我几秒，挑挑眉，坐过来。他一出声，其他人不淡定了。不是吧，玉哥，女朋友啊？真的假的？玉哥女朋友挺漂亮啊。娃娃脸靠夏玉最近，赶紧起身让出了座位。嫂子，来坐这。我是想我死。我去着夏玉眼色，赶紧摆手解释。不是，我不是，我不仅不是你们嫂子，我还给你们嫂子弄没了。嗨啊，还不是嫂子呀？男生看了看夏玉，又看了看我。夏玉一只手晃着酒杯，垂着头，只是笑，没说话。那叫你？娃娃脸男生问我。叫我柚子就行。好嘞，柚子。男生很爽快。我瑜伽。我跟瑜伽正聊着，夏玉起身了，机会来了。我也连忙跟上去，亦步亦趋走在他后面。夏玉拐过拐角，上楼，在楼道通风口停下。他倚在窗边，点了一支烟，推开窗，风灌了进来，扬起他额前的碎发。我这才看清，他是有眉峰的，在靠近眉尾处凌厉而张扬。说吧，
他侧过身扫了我一眼，冷冷开口。我被他的美貌击中，突然有点语言障碍。他似乎有点不耐烦了，又不说了。刚刚不是急，我努力地组织语言，越组织越语无伦次。你女朋友？他打断我，别想了，我对兄弟的女人不感兴趣。他眼尾扬起，斜了我一眼。他误会了吧？更重要的是，我真的和你兄弟分手了呀，当着你面分的。哥，你失忆了吗？不行，我得强调一遍，我和陈航已经分手了。我一脸认真，他盯了我一眼，撇头淡淡来了句：“那也不行。”我被他的自恋雷得说不出话。见我沉默，他叹了口气，无奈吐出几个字：“至少现在不行。”我忍无可忍了：“你真自恋！我只是听说你女朋友没了，怕你难过，来安慰安慰你。看来是我多虑了。”他看起来并没有难过，他愣了一下，把烟摁熄，侧头打量我：“哦，你想怎么安慰我？我还没想好。你这么生龙活虎，我也安慰不出口啊。陪我一个。”他挑眉：“他瘪着嘴，一脸嫌弃：“套路有点旧了呀，妹妹。”啥？他盯着我，嫌弃的直摇头。他到底在说什么？他一脸被老掉牙的样子，摆摆手，越过我走了。我愣了几秒，反应过来，他不会是以为我想说我要把自己赔给他吧？不会吧？不会吧？人不会自恋到这个程度吧？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一转眼就是月底了，看着微信不到300元的余额，我叹了口气，找个兼职吧。马上期末了，课业多，找晚上和周末做的那种。室友给出建议，晚上做的话，酒吧。我想起了昨天去找夏玉那个酒吧，每个点位都有安保，也没什么人寻衅滋事，要不去问问招不招兼职。我没想到应聘一个兼职服务员还要面试，你赶上时候了。今天老板也在，亲自面你们。引我的小姐姐冲我递眼色，一副你赚到了的样子。我不懂，老板在不是更倒霉吗？谁想被老板亲自面试啊？我没找过工作，你别骗我。硬着头皮走进面试间，一道低沉的嗓音传进我耳中：“关门。”这声音，我缓缓转身，看到了倚在左边沙发上的身影。黑色衬衫裹着线条流畅的腰身，西装裤下的腿修长笔直，耷拉着的手被黑色沙发衬得白皙透明。他目光落在我身上，清冷平静。夏雨，救命！他怎么在这？夏玉是这家酒吧的老板，现在说自己走错地方了，转身开溜，还来得及吗？开始吧。正对我的面试官是个有点秃头的大叔，多大了？21。为什么选择我们酒吧？我正好缺钱，你们正好招人。大叔额头似乎闪过3根黑线。之前有过酒吧工作经历吗？没有。他头顶黑线肉眼可见的增多了。服务员有时候也不只是端酒。你有什么才艺吗？我耳朵可以动，算吗？秃头大叔像是没听懂。就是这样。说起我这个特殊技能，我就来劲了。我侧过身子，撩了下头发，把耳朵露出来，抖了抖我的耳朵。嘿嘿，我一脸我牛逼吧的表情看向大叔，他目瞪口呆的样子，不像看我挺牛逼，倒像觉得我是傻逼。现场很安静，我很尴尬。正在我思考是等着被踹出去，还是自己主动滚出去时，哈哈哈哈哈！左边传来笑声，我转头，只见夏玉捂着肚子笑弯了腰。等夏玉好容易止住笑，大叔瞥了瞥他，试探着说道：“挺有趣哈，通过了。”见夏玉没异议，他舒了口气，语气坚定了点：“通过了，挑个时间过来上班吧。”一脸懵逼的进，一头雾水的出。面试通过后，有专人带我去领工作服，在更衣室换完衣服，
我被分配到2楼包厢。咦，柚子，没想到带我的经理就是那晚那个娃娃脸瑜伽。听说我是过来兼职的。他一脸促狭的笑。兼职？我不信。说实话，是为了玉哥来的吧？我妈了，有气无力点头。是，我对他一见钟情，再见倾心，恨不得日日见到他，分秒不相离。你满意了吗？后面话还没出口，卡在喉咙了，因为我看到夏玉从楼梯上来了，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啊，窒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夏玉停脚步不停，跟我们错开身走了。我刚舒了口气，他又止住脚步，回头看向瑜伽。怎么，今晚没事做吗？瑜伽愣了一下，看看我又看看夏玉，表情瞬间严肃。有，我去干活了。他冲我递了个眼色，溜了。我好尴尬。那个，我也走了，恨不得日日见到我，分秒不相离。夏玉眉毛一挑，眼神觑着我，语气轻佻。就这么喜欢我？我妈了，放弃吧，你得不到的。我哥挨过打吗？拳拳到肉那种。我正想着说点什么煞他的气焰，瑜伽刚下去，又着急忙慌冲上来。玉哥，夏玉语气淡淡的。怎么了？今晚的歌手还没来，都快8点了，给他打电话了吗？打了好几个，都没接。先给他紧急联系人去个电话，确认人没事。好。夏玉白我一眼，仿佛在说先放过你，然后掏出手机往楼下走。有没有能先替班的？他正说着，又有一个男生冲上来了。玉哥，外面起着哄，让我们快上节目呢。你看那个，我或许可以。我默默举起了手，大家都转头看向我。夏玉也瞥我一眼，笑。表演你的动耳朵。我老脸一红，咱能不提这一茬了吗？我弱解释，不是，我学过一段时间爵士，或许可以救个急，顺便将功抵过。夏玉还没说话，瑜伽激动地握住我肩膀。可以，绝对可以。柚子，我们的大救星，快，你需要什么道具？尽管说。那个，我去换下衣服就行。我对夏玉尬笑了下，快速溜回了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我犯了难。我今天是穿的运动背心，搭一件牛仔外套。牛仔外套显然不适合穿来跳爵士，只能裸穿背心了。运动款背心搭休闲裤，上台也凑合的。我把头发放了下来，补了个艳丽点的妆，看着镜子里美艳动人的自己，心动，炸舞台去喽。等我换好出来，瑜伽看到我愣了一下。柚子，可以呀，打扮起来真漂亮。我刚想回他，看到倚在墙边抽烟的夏玉，他目光落在我身上，眼睛眯起。你跳哪个曲子？我去报给伴奏老师。瑜伽兴奋地问我。我笑。危险派对。好。突然，一片黑色阴影压下来，一件西装兜头罩在我身上。我挣扎着把脑袋露出来，是夏玉。他盯着我，眼神幽深，看不出情绪。你干嘛？我莫名其妙。夏玉不说话，揽着我的肩膀就把我往后拖。今天人手少，我觉得你还是去端酒比较适合。他面无表情地说。等回过神，我已经被他拖回更衣室了，把工作服换回来，去干活。他用下巴跟我说话。我不养闲人。闲人？我看没人能帮你，主动站出来帮你。你说我闲人？狼心狗肺，狼子野心。这时候，瑜伽还在外面喊。柚子，还跳不？夏玉掀开一点门缝看他，眼神冷淡。瑜伽一哆嗦，看向我，试探。那不跳了。我还没说话，夏玉开口了。5分钟，我还没看到歌手到位，你就可以卷铺盖走人了。哥，瑜伽懵了。我摇摇头。万恶的资本主义。柚子，你说玉哥是不是吃醋了？
换好工作服，瑜伽微信弹过来，他吃什么醋？吃你的醋啊，怕你被人瞧了去呗。您真敢想，以我对他的了解，很有可能。瑜伽肯定道。我耳朵有一瞬间的发烫，他吃醋。很快我摇摇头，恢复清醒。不可能。庆幸那个歌手很快赶来了，为了表示歉意，唱完了他硬要请我们喝酒，于是一行人开了个包厢，喝到了凌晨3点，正好是周六，我就没回去了，睡在更衣室，一觉睡到大中午。白天酒吧不营业，大家吃了饭就在一起玩游戏，我正摇着头子，电话响了，是陈航。大家很善解人意的给我让了位置，我只好起身到楼梯口去接。柚子，你在哪里？他的声音有些嘶哑。怎么了？我想见见你。你在哪？我去找你好吗？我们分手了。我强调。我没同意。陈航突然拔高声音，我懒得理他，正要挂断电话，他又低下声。我和他除了出去玩过几次，真的什么都没发生。你相信我，陈航，不论你是精神出轨还是身体出轨，我已经不在意了。对面沉默了很久。所以你变心了吗？我跟笨蛋说话真让人头疼。你现在在哪？听说你昨晚没回宿舍，与你无关吧？和我无关。他笑了。有什么不敢说吗？你昨晚和夏雨在一起吧？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你们上床了？我打断他发疯。陈航，我觉得你需要吃药。说完，我直接挂断电话，看着他特殊的备注和头像，手止不住颤抖。这是我认识了3年，在一起1年的人啊，他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仿佛从来没认识过他，眼眶越来越酸，视线有些模糊，仰头闭眼。此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放下了。消化完情绪，我站起身，回头正对上一双探究的目光。夏雨站在窗户旁打量着我，我慌忙擦着脸，害怕还有泪水。你这么喜欢看热闹？我语气有些不好。这人什么癖好？怎么这么喜欢偷听？他盯着我，语气冷静。我一直站在这，是你没注意的。刚刚接到陈航的电话，我只顾着找个角落，没注意看周围。那你看到别人在打电话，就不能避开吗？他笑。路上蹲了只红了眼的小兔子，我往哪避？太尴尬了。走吧，陪我去拿货。他点起一支烟，冲我偏偏头，转身慢慢悠悠往楼下走。我干嘛要去？又不加工资？因为你要弥补我的体力损失。他一脸理所当然。什么体力损失？你把我困在那个角落罚站了半小时，我现在腿酸得很。我一边腹诽，一边不情不愿地跟着他走到1楼，刚打开后门，就看到陈航阴沉地站在门口。你们还真在一起？陈航轻蔑地笑了。不解释一下？我和夏雨都没说话。陈航顿了下，嘲讽地看着夏雨。兄弟，以前不玩这一款呢，换口味了。他眼尾和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眼神不善。夏雨盯着他，把我往后一带。这个动作显然激怒了陈航。什么意思？你喝多了？夏雨看着陈航，声音坦然自若。陈航毫无预兆，上来就是一拳打在夏雨脸上。夏雨，我把你当兄弟，你搞我女人。夏雨不防，被打得偏过了头。陈航，你疯了！我叫出声。陈航依然死死瞪着夏雨。夏雨叹气，哎，果然少不了这顿疼啊。他用舌头抵了下嘴角，抬头看向陈航，笑。好啊，那就不做兄弟了。说完，他表情一脸，侧腰施力，一拳砸在陈航脸上。陈航踉跄2步，被甩在地上。夏雨盯着他，我他妈早就想打你了。陈航的眼神愤怒得快要喷火，擦了擦嘴角的血，爬起来又要冲过来。我赶紧抓住他。陈航，
你冷静一点，我和夏玉根本没有关系，我就是来酒吧做兼职。陈航盯着我的眼睛，定定看了一会儿。好，我信你，柚子，我们好好。我打断他，但我们已经分手了，以后我的事，希望你别插手了。再出现这种情况，我只能报警了。说完，我转身拉着夏玉就走。柚子，陈航在后面喊我，我没回头，加快了速度。喂，夏玉喊我，我没理他，他拽停了我。去哪儿？去医院。夏玉，我不去，这么一点伤去什么医院？占用医疗资源啊！那我送你回家，帮你上个药。关心我，他笑，真不疼。他抬手，大拇指蹭过我的眼尾。别哭了。我这才发现我哭了。对不起，我偏头躲过他的手。什么意思？他愣了下，语气冷淡下来，替他道歉。呵，真有你的。他嗤笑一声，收回手，眼神变得冷漠。我也打了他一拳，算不上吃亏。说着，他瞥我一眼，转身就走。我跟着他，车来了，他钻进去，我也钻进去。他睨了我一眼，没说话，往旁边挪了点，和我隔开了距离。一路上，他都看着他那一侧的窗外，余光都没留给我。下了车，我还是跟在他后面。他停下了，回过头盯着我，目光冷淡，语气嘲讽：你到底什么意思？愧疚？你男朋友把我打了，你要对我负责。可以，我说，打架是我引起的，要是他有什么事需要去医院，医药费确实该我出。他盯了我几秒，火了，你他妈逗我玩呢？到了他家，他甩上门就扑到沙发上，把毯子盖在脸上，看也不看我。你的医疗箱在哪？他没理我，我自己找了下，在电视柜下面找到了。我拿着碘伏和棉签蹲在他面前，脸呢露出来。等了10秒，他露出个头，朝着我，眼也没睁，额前的碎发遮住眉峰，嘴角和眉头各有一道裂口，还在渗血。这么好看的脸，我愧疚感更深了。我沾了碘伏给他消毒，疼。他眉头皱起，眼睛睁开，瞪着我，呼吸喷薄在我脸上，痒痒的。我这才发现我们离得很近。我盯着他，没说话。实际我心跳得很快，像是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对视了几秒，他像是很不耐烦看到我，又把眼睛闭上了。我稳了稳手，垂眼，第2根棉签，我就细细地点触在他嘴角，尽量不擦蹭皮肤。还疼吗？我低着头问他，他没说话。那是可以承受了吧？我把嘴角消完毒，看向他眉头那道伤口。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睁了眼，此刻正直勾勾盯着我。我吓一跳，还是疼吗？疼，他说。那怎么办？我也不是专业的医生啊，要不还是去医院处理吧。我犹豫着给出建议，他还是盯着我。我有点心虚，他不是越想越气不过，想打我一顿吧？他开口了，不公平。果然。什么？我假装听不懂，眼神左右瞟着。你亲了我，占了我的便宜，你前男友还把我打了，我怎么突然秋后算账了？亲你的事不是原谅我了吗？不公平。他又说一遍，目光直直盯着我。怎么办？你不是也打回去了吗？我小声嗫嚅着。难道还要再打我一顿才解气？他抬起一只手，哇，还真要！我吓得赶紧闭眼。这人是不是男的？居然对女生动手！突然，一只温热的手掌扣住我后脑勺，往前一带。我还没反应过来，柔软炽热的触觉从唇上传来。他在亲我。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我的大脑空白了一瞬，然后开始疯狂放烟花，鼻尖甚至可以闻到他的洗发水香和淡淡的碘伏味道。几秒后，他松了力，但手还扣在我后脑勺，狭长的眼搭下，视线落在我唇上，沉默片刻，轻声道：还是疼。
还想要？不，你不想。我赶紧拉开距离，并用手背遮住自己的嘴巴。要死了！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还要来一次？他看着我兔子受惊一样的反应，笑了。好，我不想。我妈了，我去给你拿冰块敷一下。我面红耳赤站起来，眼神飘忽，低着头就往一个方向冲。厨房在后面，他在后面提醒我，声音憋着笑。我急刹掉头，找来冰块给他敷了敷。好些了吗？他点头，盯着我。我不敢看他，低头收拾医疗盒。那我先走了。还没说完，他微微轻身，鼻息几乎喷薄在我颈项，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绷着身子不敢动。干妈，我小声道，心脏瞬间剧烈跳动，几乎快要跳出胸腔。刚刚那个吻在我的脑海重现，湿热而温柔，要命！我耳朵瞬间充血，红着脸感受到他越靠越近的脸，眼神疯狂闪躲。他停下，抬起我下颌，食指轻轻试了一下我唇角。刚才蹭到碘伏了，给夏玉处理完伤口，已经快7点了。我们赶到店里，看到夏玉贴了俩创口贴的脸，他们眼睛都直了。哥，什么情况啊？你还有被打的时候，哥几个帮你撑腰去。大家跃跃欲试，夏玉没看他们，将袖口挽上去，洗手。算了，大家一副下巴掉地上的样子。算了，可不像哥你的作风。瑜伽大胆猜测，哥，你不是抢人女朋友了吧？夏玉顿了顿，视线落在他身上。瑜伽。夏玉先思考后说话。瑜伽瘪嘴，又看向我。柚子，你说。我尴尬的笑。瑜伽见我吞吞吐吐，更是觉得有什么，一把抓住我的手。快说！还没等我挣脱，夏玉眼神落在他手上，冷冷出口：松开。瑜伽疑惑地看着夏玉，仿佛不知道他哥为啥突然吼他。旁边一个男生赶紧清嗓子：嗨。瑜伽在夏玉和我之间打了个转，反应了几秒，然后咬着舌头：哥，你和柚子。我扶额。夏玉过来，掰开他的手，把我拉到洗手池，拧开水，然后回头瞪他们：外面没活干了，得，我们只配干活，哥嫌咱碍眼。瑜伽说着和其他男生你推我搡出去了，走到门口还回头冲我竖了个拇指。我妈了。我从更衣室换完衣服出去，就看到夏玉已在走廊等我。他夹着一支烟，看到我很快把烟掐灭，站直起来，眉眼弯起，笑得温柔。这人画风怎么突变了？怪瘆人的。你不是在心里吐槽我吧？他眯着眼打量我。嗨，您心里跟明镜似的，怎么会？我假笑。那你眼睛抽什么呢？大概是进沙子了。你想说我店里卫生差到都有沙尘了？他眼神更危险了。做人太较真就不行了。我尬笑。他笑了下，终于放过我，朝我招手：过来。我不明所以靠过去，他用拇指和食指托起我的下巴，迫使我仰头看他。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干嘛？我瞳孔放大，哆哆嗦嗦问他。他逗笑地睨着我：你希望我干嘛？什么叫我希望？是你这头大尾巴狼要对我这只楚楚可怜的小兔子做实吗？他捏了捏我气鼓鼓的脸，叹气，盯着我的眼睛，语气温柔：不是眼睛进沙子了，我帮你看看。现在好了。我克制着颤抖的声音：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真的。我被他看得浑身僵硬。他笑了一下，松开我，回到寝室。我久久无法入睡，脑海里不停回想起下班分别时，夏玉神秘兮兮地在我耳边说：明天给你放个假。我怎么突然大发善心了？干妈，我有些狐疑，
不会是想赖我200块的工资跟我约会？似乎是看出我的担忧，他笑眯眯补了句：带薪。他盯着我，黑曜石般的眼弯着，似是燃着星星点点的光。想到这里，我卷着被子在床上打了个滚，把滚烫的脸埋在枕头里，嘴忍不住咧到天上去，深呼吸，被子里都仿佛氤氲着甜甜的糖果气息。早上我起来化妆，室友也起来了，一边洗漱，一边用探究的眼神看我。不对劲，不对劲，怎么了？我装作不懂他在说什么。室友凑近我，耸动鼻尖，眉头皱起。我怎么感觉闻到了一股？我一惊，莫不是我身上有什么不好的味道？他话语一转，恋爱的酸臭味。快说，新欢是谁？他叉腰逼供。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响了，是夏玉。室友眼睛比我还尖，看到夏玉的名字，整个瞳孔都放大了。我接起电话，不等对方说什么，急忙道：马上下来了。说完，我一手抓包，一手拿外套，在室友回神之前闪出了寝室。你最好别回来。身后传来室友气得发颤的无能狂怒。到了楼下，我问夏玉：你到了吗？对面沉默了会儿，才传来有些疲惫的嗓音：你先别出来，我没到。我脸上一红，自己也显得太着急了，尴尬。那我等，我暂时去不了，改天联系你。他打断我：好，那你先忙。我停下脚步，看着人来人往的校园，听筒传来对方已经挂断的嘟嘟声，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笼罩着我。我往寝室走，突然想到什么，转身打车去了酒吧。瑜伽似乎也不知情，一脸茫然地说：不知道啊，今天凌晨突然跟我说让我帮忙看着点店。我问他怎么了，他也没说。又过了2、3天，还是没有夏玉的消息。我发过去的短信也石沉大海。瑜伽怕我多想，经常陪着我。1个礼拜过去了，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的新项目做起来了，那些债也还得差不多了，给我打了一笔钱，让我改善下生活。学校这边也临近期末考了。我想了想，还是去酒吧辞去了工作。你不等玉哥回来吗？瑜伽有些意外。没事，他回来我再来找他。我这样说着，其实心里根本不知道以后是怎样。夏玉到底去哪儿了？他为什么突然消失了？他是真的喜欢我吗？这些我都不知道了。一路想着各种可能，走到宿舍楼下时，我都是心不在焉的。柚子，熟悉的声音响起，是陈航。已经很久没看到他了，他仿佛憔悴了很多。你还好吗？他尽力扯起一个笑。我此时没有心情和他叙旧，淡漠地看着他，不说话。他的笑容渐渐暗淡下去，僵硬出声：我已经把他删了，不再来往了。我们和我有关系吗？我听不下去了，早干嘛去了？出轨后悔改是件多光荣的事吗？柚子，别这样，我知道你生气，我之前误会了你，对不起。我们1年的感情，我不相信你能说断就断，忘记这个小插曲，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我会加倍对你好。他说着就要上前，我后退一步，拉开距离。陈航，我打断他，我是真的不爱你了。我记得我们刚在一起时，我就和你说过，我接受不了，也绝不会原谅出轨，所以永远不要让我面临这样的选择。现在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也请你接受这个结果。陈航激动起来，我是短暂的走了神，但是你以为换个人就好了吗？会有几个男人能做到一辈子不出轨？别人能不能我不知道，但你确实不能，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那我为什么不给别人一个机会？别人是谁？他盯着我，你不会真的喜欢上夏玉了吧？他笑了，他这几天是不是一直没找过你？
你没问他去哪儿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知道？我隐隐觉得有什么要喷薄而出。你知道，明知他的回答不会让我好受，我还是问了。我上周末看到他女朋友哭着来找他，然后他们一起上车了。你说他去哪了？他不怀好意看着我，他语速平缓，却如同最刺骨的冰水迎头泼在我脸上。我顿时感觉天旋地转，原来是这样，原来竟然是这样，是他回来找他了，所以他选择了他，放弃了我是吗？想起他最后一个电话，冷淡的语气和之后的杳无音信，他放弃我了，又或者他从来没把我当过真。或许在他们之间，我就如同陈航口中的插曲一般，是他们之间的插曲。现在就像陈航想要摆脱他的插曲，夏玉也急于摆脱我，是吗？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笑话。我不知怎么回的寝室，将自己层层包裹在被窝里，外界的一切声音我仿佛都听不到了。不知过了多久，朦胧间，我看到室友惊恐地拍打我的脸，有人把我背起来，在摇晃中，我睡了过去。再醒来时，四周一片白，是医院病房。醒啦！室友惊喜地看着我，随即又恨铁不成钢。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解决的，非得把自己折腾进医院？我看着他，眼泪瞬间积蓄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低下头，他叹了口气，坐过来，醒了就好。来，先吃点东西。室友把保温盒里的菜拿出来，帮我摆上。满脸心疼，一直挂水，看你脸色都白成什么样了。我吃不下，我不忍心糟蹋他的好意，但我是真的吃不下。室友愣了下，又火了。是不是夏玉那混蛋？是不是他惹的你？让我找到他，一定左右开弓，给他打得满地找牙。我还没说话，一声轻笑从门口传来。这位同学心真狠呐！我腮帮子已经开始疼了。我猛地回头，只见夏玉耷拉着碎发，吊儿郎当地倚在门框，狭长的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打我也不是不行，在这之前，可以让我先和柚子认个错吗？他说着看向我，室友气势瞬间有点怂，冲我使了个眼色，就逃似的出去了。我看着他，明明只有1个礼拜，我却仿佛和他分别了好久好久，思念化作泪水涌满眼眶。我低下头，咬唇强忍着，一声长长的叹气声响起。夏玉坐过来，修长白皙的手指伸过来，捏住我的下巴，迫使我抬头。怎么这么委屈？他盯着我，抚过我紧咬的唇。哎，我都要相信自己是个渣男了，你不是吗？我赌气。他愣了下，想了想，严肃道：是。我心沉了下来，他这算是承认了。那他回来干嘛？提分手？他继续说，不能让自己喜欢的人安心。单看这一点，我确实是渣男。我皱眉，见我不说话，他叹气，认真解释道：那天我妈妈突然出车祸了，我不想跟你说，是怕你担心。我愣了下，她消失是因为这个吗？那阿姨现在怎么样了？我担心道：好多了，这2天就该出院了。对不起，我误会了。他愣了下，无奈地摸了摸我的头。傻瓜，夏雨。我鼓起勇气，抬头看向他。他认真看我，想起陈航说的话。我深呼吸2下，不想再猜测了。我想听他说，只要他亲口说的，我都信，我都认。你还爱你的未婚妻吗？我咬牙看着他问出口，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你说，我都能接受。我给自己打气。他很茫然，说什么？说你未婚妻呀？我急得要哭了。我哪来的未婚妻？他疑惑地看着我，不像是开玩笑，说着像是想起什么。你第一次来找我，也说什么我女朋友，我还以为你找的借口接近我。所以
到底是谁跟你说我有女朋友？哦不，未婚妻。他阴森森盯着我。学校论坛好多人都在说，还有照片为证。我声音越来越小。哦，他笑了。我还从来没逛过学校论坛。来，你翻我看看，让我看看铁证如山的照片。他说的咬牙切齿。看他这么坦荡，我手有点抖了。其实论坛我也没看过，只是听室友说来着。之前是不关注，后来是不敢看。我拿出手机，登录进学校论坛，前十标着报的帖子就有2个关于夏雨的。最新一个是最新消息，夏雨朋友圈分享了歌曲《真相是假》，疑似和女友感情破裂。点开是条分享歌曲的朋友圈截图，我表情抽了抽，品出点不对味，这个多少有点离谱。再看更早那个，标题是惊，公馆系草夏雨在婚纱店陪女友试婚纱，或将订婚。点开是一张照片，婚纱店里女生穿着婚纱背对镜头，就像一只优雅的白天鹅。一身剪裁得体西装打扮的夏雨站在旁边，手插口看着他，眼神宠溺。评论区哭倒一片的女生，一边喊着好配，一边哀嚎痛哭失恋了。我递给他，假装不在意道：“这女的跟你有没有关系？”夏雨凑过来看了眼，挑眉，没犹豫：“有。”我的心瞬间跌到谷底。他抬头看向我，笑了。是我姐，她要订婚了，我陪她试婚纱。这件她穿着有点重，最后没选。她认真回忆，我瞪大眼珠，满脸不可置信。说着，她手指往上翻，点开贴一，嫌弃道：“这首歌也她唱的，拿我手机发的朋友圈，你要听下吗？”说着，把手机点开递给我。这个展开，我有点懵。那上周天有个女生哭着来找你，我想到陈航的话，犹豫着开口。那天他第一个接到我妈车祸消息，开不了车，来找我一起去医院。我如五雷轰顶，面目呆滞。所以他根本没有所谓的女朋友、未婚妻，一切只是误会和谣传。老师诚不欺我，3人成虎。流言害人，这些人也太会脑补了吧？还有什么铁证如山，要我解释吗？他盯着我笑，我抖了抖身子，缩了缩手，没了。好，那我们来说说你。说着，他轻声看向我，说我什么？我目光闪烁，瑟瑟发抖。就因为这样的误会，把自己难过成这样，我对你怎么样看不出来？他盯着我，目光幽怨。我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傻子？谁傻谁认，反正我不认。夏雨眉头皱起来，眼神感觉要吃人。你觉得呢？他不仅傻，还瞎，选来选去，选了个渣男，害得我捏着鼻子和渣男做兄弟。夏雨盯着我，一字一句说得咬牙切齿。等等，他说，为了我才捏着鼻子和陈航做兄弟，是我想的那样吗？所以我不敢看他眼睛，低下头，脸瞬间滚烫，一双手抚在我头顶，把我拥进怀里。幸好你也没全瞎，能看到我，还有救的。我谢谢你。晚上我恢复了些精神。夏雨说要回酒吧看看，我也跟着去了。夏雨去2楼安排事情。我见大厅人手少，就包揽了点活，帮着给各桌客人送酒。我正在吧台等出酒，一个小男生突然站到我跟前：“小姐姐，可以加你个微信吗？”他小鹿一般的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我表情有些呆愣。正去公众号胡巴士看更多，在思考怎么温和而又礼貌地拒绝。突然一道黑影压过来，我的肩膀被一双温热的手揽住。我侧头，是夏雨，她压低身形，笑得温和，独特的低沉嗓音在我脸侧响起：“
只嫁小姐姐吗？小哥哥行不行？小男生愣了愣，惊恐地看着夏雨。不了，对不起，说着惊慌失措地红着脸逃回了座位。后面小男生过来结账，发现夏雨是老板，吓得连免费小礼物都不敢要了，比兔子跑得还快。夏雨叹气，遗憾地盯着匆匆离开的男生一行人。他继续摇头，语气可惜，女朋友太漂亮，真吃亏。宣誓一次主权，就伴随着一波客源的流失。夏雨看着账单，怅然若失。我无语。那你可以不宣誓。我气呼呼道。那不行，和流失客源相比，我更怕没了女朋友。他偏头看我，语气调笑又认真。我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突然，他抓起我的右手，或者我试试争取下。啥？他垂眸，视线落在我无名指上，语气认真而笃定。让这里有个戳。一瞬间，热气蒸上我的脸，连着脖子都滚烫起来。这人怎么情话张口就来呀？可以吗？他还在问，可不可以吗？人家甚至开始撒娇了。不，我还没说完。一张放大的脸逼近，温热的唇压住我未出口的话。呼吸交织间，他笑。你的反应，再说可以。救命！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